50毫米标准镜头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这颗维卓士最近发布的50毫米 f2， 售价跟之前发布的 Air 系列的20毫米 2.8、40毫米 2.5 相近，也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。这个镜头是狗头还是狗王，在最近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。其实我对这个镜头其实也没有抱太高的期望，毕竟这种1000元级别的大光圈镜头，画质一般就那样。但经过实际拍摄后，我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会通过照片跟视频两个部分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镜头的画质。先来看外观部分，目前有 E 卡口跟 J 卡口两个版本可以选择。镜头延续了维卓士 Air 系列简洁的设计语言，镜身采用的是塑料材质，只有对焦环，没有别的功能开关，没有防尘防滴的这些设计。配备金属卡口，同时还保留了 C 口，方便后期进行固件升级。58的口径加上205克的重量，却有着9组13片的光学结构。光看这个堆料，其实就知道这个镜头的画质不简单了。我们进入照片部分，这个镜头可以说是把技能点都点在了锐度、色染控制跟畸变控制这3点上。在之前的1000块钱左右的标准镜头，能够同时做好这3点，可以说完全没有。能做到1点，其实都算不错了。在光圈全开的时候，中线的锐度非常惊人。边角的锐度也有不错的表现，焦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，在不复杂的场景下，整体表现优秀，过渡也很自然。背景稍微复杂的场景下，背景光斑会有些偏硬，不够柔和，边角位也有一些二线性，但整体的表现我是很满意的。考虑到它的价格，一般我们拍摄人像也不会非常注意焦外的表现，我们的聚焦点其实还是在人物身上。色场控制方面，不像是1000块钱该有的水平。由于这个镜头是新出的，在 LR 里面我们还没有镜头配置文件。我们可以看到光圈全开的时候，紫边跟绿边并不明显，要放大好几倍才能看到一丁点的一个色散。镜头畸变控制也比较优秀，在没有矫正的情况下，可以看到有一些轻微的畸变，比如说栏杆这里。画质大家都了解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讲一下对焦。画质再好，对不上焦也是白搭。那这个镜头采用的是 STM 的马达。对焦跟佳能那个小痰盂是做一桌的，但是能够做到主位上。不同于佳能那种对焦向外伸的那种齿轮型 STM 马达，维卓士这颗镜头对焦是不会往外伸的，而且它的对焦是相对安静，利好视频用户。虽然这个镜头对焦速度一般，但是抓拍一些速度要求不高的题材还是能够应对的。这里我叫模特进行旋转摆动裙摆，我同时开启高速连拍进行拍摄。我们可以看到对焦的准确度能达到70%，表现也还算可以。有一些轻微失焦，像这种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吧，起码没有对焦到背景上。这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去到半米远，算是这个镜头的一个痛点吧。它的放大倍率也是差点意思，拿它来拍一些特写画面就显得不那么够看了。比如说这个咖啡，最近也只能拍到这里，只能靠后期裁剪弥补一下了。在看眩光方面，国产的镜头镀膜都一般，在某些入色角会出现这种眩光，画面的对比度也会掉一些。建议各位在逆光的时候不要佩戴 UV 镜，同时把附赠的遮光罩也戴上。视频方面，画质就不用担心了，在之前的照片部分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镜头的锐度以及色场畸变的表现都比较出色。镜头的呼吸效应控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50厘米的对焦距离或许成就了它良好的呼吸效应控制。在视频对焦上，这种轻微的摆动幅度可以说是开胃小菜。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一个对焦不成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上一点难度，还是跟照片一样，我们让模特进行旋转摆动，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慢放看一下效果。可以看到在光圈全开下，焦点基本上是咬得很死，没有出现跑焦。那这个对焦速度对于拍人像来说，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十分够用了。这个镜头受限于价格，肯定是有一些避不开的问题，除开之前讲到的最新对焦距离以及眩光的问题，那这个镜头的焦段是有些缩水的，大概只有46毫米的视角。那更为大的问题是通光量，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，保守估计它只有2.8的通光量，这个可能在白天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，但是到了晚上，在同样的参数下，会比别的标准镜头会显得暗一些，那这个问题是你需要注意的。总结下来，维卓士50毫米 f2 Air 这个镜头在现阶段1000块钱档位下，画质是没有对手的。越级打一下上面的索蔡55 1.8，或是尼康的50毫米 1.8S 也不是什么问题。
如果你预算有限，想在50毫米焦段上买一颗画质不错的镜头，那不妨考虑一下维卓士的这颗镜头。作为家人党的我，其实太羡慕隔壁的索尼跟尼康了。在 RF 卡口封闭的生态下，1000块钱你只能买到画质很一般的小痰盂。那这段时间 RF 小痰盂还涨价到1500块左右，那说多了也是泪啊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